度在中文互联网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存在，火车挂人、随地大小便、超高的强奸犯罪率，还有那令人作呕的恒河水，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看来，印度或许就是当今落后的典范，但是在印度人自己看来，他们的国家却非常的强大。这也是我们认为印度很神奇的一个点，那就是印度人似乎有着一种不合逻辑的国民自豪感，哪怕事实上生活在贫民窟中，印度人也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南亚是亚洲相对独特的一个地理区域，相对于亚洲的其他地区，南亚总是相对封闭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与外界的交流会很少，但是从客观上这一点确实保证了印度的地缘安全，使得印度在历史上受到入侵的次数远比中国要少得多。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止步于印度，蒙古帝国的大征服也独独绕过了印度。雅利安人、突厥人以及波斯人的确征服过印度，但是他们却从未征服过印度南方。伊斯兰教也并未像同化波斯一样同化印度，这也足见印度的文化韧性。印度在历史上从未形成过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在英国殖民印度之后，首次将印度统合了起来。被统合后的印度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其帮助自己的宗主国英国2次平稳地度过了世界大战。相对于南亚的周边国家而言，被统合后的英属印度更是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二战日军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征服便止步于印度。虽然在英国撤离印度之后，印巴分治导致了英属印度的分裂，但是印度相对于巴基斯坦和缅甸，仍然是英属印度解体后最大的子单元。这个时候的印度人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么自信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并没有实际取得战争的胜利，双方在克什米尔伤亡惨重，但是克什米尔的归属却并未解决，最终双方是在联合国的斡旋下才得以停火。然而1961年，印度主动发动了国阿战争，葡萄牙殖民军在印度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美苏全部都对印度表示了支持。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印度的自信。次年印度就发动了中印战争，然而最终输得很彻底，但是紧接着的第2次印巴战争又促进了印度的自信。接着就是印度一连串的赢。1971年，印度发动第3次印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强行分裂出来了孟加拉。1975年，印度吞并了小国锡金。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在与孟加拉的水争端中始终保持强硬态度。此后，印度又先后控制了不丹的外交权，频繁干涉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的内政和政权更迭。对于不太听话的尼泊尔，印度对其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战略，这导致尼泊尔长期政治混乱。而印度不断策动国内的印度人向尼泊尔移民，用印度人来淹没尼泊尔。印度在南亚周边国家中是当之无愧的支配者霸主和最强大的国家。这种现实地缘处境，事实上也是印度人自信的根源之一。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其他南亚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印度的控制。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有一群小弟，这样的体验今天放眼全球，除了美国之外，几乎只有印度有体验卡。就连俄罗斯，其自己的势力范围都在不断的分崩离析。从这一点来看，印度人自信无可厚非，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么强大，不还是形单影只吗？印度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印度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最合适的地点，以至于印度获得了非常合适的一个国际环境。今天印度在我们国人眼中的形象，大概是一种人厌狗嫌的形象，但是事实上，印度在国际社会上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形象。印度本身是英国殖民地，并且被殖民了数百年的时间，因此印度和欧洲的联系向来相当的密切。在一战期间，大量的印度劳工被输入英国本土，以至于今天英国有着数量巨大的印度人口。同时，印度警察、印度士兵、印度劳工被平等地输出到了所有英国殖民地。今天的香港、南非、澳大利亚、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圭亚那、新加坡、牙买加、肯尼亚都有着数量不少的印度人。印度人又非常热衷于政治，这些国家几乎都有印度人自己的党派，而他们对于竞争政府控制权毫无兴趣，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影响所在国对印度的感官。因此，这些国家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向来都还算不错。因此，印度在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一直都很吃得开。为什么是印度提议不结盟运动？为什么印度提议之后响应者如此之多？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印度的态度也相当的友善。冷战期间的中国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中国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长期遭到美国的敌视，又因为主权问题和路线之争遭到苏联的排斥。这也就导致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能够削弱和遏制中国。但是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地区强国，想要直接入侵中国，怎么算都划不来。因此美苏同时选择了驱虎吞狼的做法，也就是扶持印度对抗中国。因此在冷战期间，印度强攻过吞并锡金，肢解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打击尼泊尔共产党政府，都没有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任何的实际反对。在没什么文化的印度普通国民看来，这不就是印度足够强大，获得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充分尊重。虽然这种思路多少有点离了大谱，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也还算说得通。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印度的国际环境同样谈不上差。美国对于中国遏制的态度是一贯的，那么印度就始终都是有用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外交环境非常糟糕，印度是少数不敌视俄罗斯的大国，所以俄罗斯一直都非常重视和印度的外交关系。虽然中俄关系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是俄罗斯主要还是端水，谁也不得罪。所以说印度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一直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外交环境。如今印度裔甚至已经成为了英国首相。对于印度人而言，难道这不算是一种超国民待遇吗？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今天印度人的自信很有可能其实源自于国外印度人的普遍待遇。印度裔是今天美国人数最多的亚裔族群，而且印度裔普遍呈现出一种高职业、高学历、高素质的特点，与印度国内的国民普遍素质可谓是截然相反。这也使得美国印度裔以一个相对快速的速度完全融入了今天的美国社会，而印度裔社群内部同样相对团结，离婚率相对较低，族裔内通婚率也不高。这也使得印度裔的生活方式完美地契合了美国的价值观。印度裔相较于其他亚裔在美国的处境要好得多。今天美国的印度裔政客要远比华裔政客多得多。这些印度裔政客频频为自己的母国发声，而这些声音在印度国内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对于印度国民而言，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自豪。在美国硅谷，印度裔的数量极其多，2012年印度裔领导的硅谷公司甚至占到了 33.2%。 在超级大国，印度精英随处可见，美国总统对印度总理都要客客气气的。很多印度人可能不太清楚国际政治，但是他们能够看到一些很朴素的东西，例如中国一直都在被美国打压，但是美国却必须对印度保持尊重。他们不明白其中最重要的逻辑是印度并未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仅从现象得出的结论或许的确就是印度的强大。印度在国际上同样也有着自己相应的地位，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领土第7大国，扼守着印度洋的主要航线，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与宗教。这使得很多印度人认为自己有对其他国家说教的资本，而印度自从建国以来发展一直都非常快，虽然比不上中国这样的变态，但是印度的发展速度在全球角度而言的确不慢。印度甚至还有核武器，虽然印度没有核武器的投射能力，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强。从种种条件来看，印度的确有着成为大国的资本，这也是印度人国民自豪感的资本。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印度人的自信并非一种自吹自擂，虽然有一点盲目，但是也确有其道理。从印度视角看，中国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我国仅出动了5万名士兵，就成功击败了印度的20万大军，更是差点打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期间我国和印度到底经历了什么？时间来到清朝时期，英国就已经全面殖民了整个印度，他们早已对我国的西藏虎视眈眈，而此时的清朝在西藏的地区的守兵非常的薄弱，这便导致了英属印度3番5次的进攻我国领土。在19世纪初期，英属印度开始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直接攻占了我国的阿克塞地区，而此时的清朝早已是岌岌可危，根本无暇顾及边境地区。直到清朝灭亡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属印度开始陆续的侵占了我国的西藏南部的大面积领土，据官方统计，竟达到了9万平方公里。这一荒谬的行为很快就遭到了我国的强烈的谴责。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们还幻想着巴基斯坦和我国的藏南地区都应该属于印度。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曾多次强调阿克塞钦和藏南是他们的领土。面对这一无理的要求，很快就遭到了我国的反对。西藏自古以来都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1年，在和平解放西藏后，随后我国开始在藏南地区修建了一条连接南北的公路。不过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印度总理尼赫尔的耳中。
这个时候，他气得脑瓜子都要得帕金森了。于1959年期间，印度军队开始越过中印边境，并袭击了我国的边防士兵，制造了空喀山口事件，导致很多无辜的平民伤亡。最终，我国出动了大量的武装力量，并成功击溃了印军。然而，在未来的2年时间里，印度不但不知难而退，反而还更加的肆意妄为。他们还强渡我国边境，便修建了大量的军事阵地，并驻守了4万名士兵，还恬不知耻地声称替我国守卫边防事务。这一荒谬的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我国反对，我国也是立刻派出了大量军队前往了边境，开始与印军展开了对峙。双方火药味十足，谁也不服谁。于1962年10月20日，印军部署了5万兵力，开始向我国藏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守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实施了对印自卫反击战。整个自卫反击分为2个阶段，在东段的克杰朗地区，我国派出了3个师准备开始迎战，而印军这边则是4个师部署在了克杰朗南部。于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开始向南部的印军发起了进攻。我军利用2翼突破迂回包抄的战术，展开了对印军的反击。令人没想到的是，我军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印军的1个旅，并打得印军一路节节败退。该旅的旅长也被我军擒获。时间来到第2天晚上，印军在杰朗桥附近派出了重兵把守，他们的探照灯笔直地照向了桥面。但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我军早已兵分2路，悄无声息地在水里渡过了这条河流。在登陆成功后，我军立刻就向岸上的印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经历了1个小时的激战后，印军被打得损失惨重，只能四处逃窜，其所设置的据点被逐个拔除。随后，我军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又相继攻占了伊古图马尼港等地，而印军则被打得一路节节败退。自此，我军在东部战区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西段战区，我军又出动了2个师，开始对阿克塞钦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势，而印军这边却只有4个旅。我军利用人数上的优势，与印军展开了激战，不到1天的时间，就把印军打得屁滚尿流，并把他们赶出来阿克塞钦地区。到10月底，我国又势如破竹地跨过了喜马拉雅山脉，开始进攻到了印军的本土。这个时候，印度的总理尼赫松突然窜了出来，他开始主动与我国进行了谈判，要求我军全面撤离印度，并承诺以后再也不会侵犯我国领土。在印度总理的承诺下，于10月28日，中国军队的2路大军迅速地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撤离了印度的本土。但是印度政府很快就背信弃义，于11月14日，在得到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后，印度开始集结了10万大军，再一次发动了对我国的入侵。面对来势汹汹的印军，我军果断进行了反击。虽然印军的武器比较先进，但是面对山脉的作战地形，根本发挥不了其作用。在了解了印军的真实战力之后，我军直接出动了5万兵力，利用游击战术和分割包围的方式，分别在东西2段地区给予了印军沉重打击。这一战直接把印军打出了我国边境，共歼灭了2000多名印军，并一路所向披靡地向前推进。中国军队的进攻速度实在太快了，仅仅在5天的时间里，我军就向前推进了100公里。印度总理尼赫尔气得差点晕过去，再这样打下去，恐怕要变成首都保卫战了。他只好筹备军队来保卫首都德里。然而我国在此时突然宣布了停战，并集结军队撤退到了实际的中印边境，主动结束了此次因印度挑起的战争。这便让美军在大西洋出动的航母编队被迫返航，使老美想扩大战局的野心遭遇到了滑铁卢。自此，这场仅持续32天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就此结束。我军仅以720人牺牲的代价，就换取了印军的5000头的阵亡。此战不仅打出了我国的国威和军威，使印度之后的60年里再也不敢挑衅我国。战后，我国归还了印军的所有军用装备和4000多头俘虏，表明了中印2国的和平。对此，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